第二個信託嘅功能咧，精算師都諗得幾周到嚇。以往咧，我試過有啲老人家就點咧，咁佢咧就兩公婆啦，60零歲啦，咁啲仔喎30零歲啦。喺佢哋心目中咧，就仍然未係時候將所有資產俾佢哋嘅嚇。咁但係萬一兩個老人家是但一個行開咗，咁佢哋都想咧，就先俾咗另一個配偶先嘅，就都唔想話咁快俾啲仔女嘅嚇。咁等個配偶都可以繼續有錢去生活啊嘛。咁到個配偶行開啦，咁啊先再俾啲仔女啊。好多時佢哋都會咁諗嘅。而家咧嗰啲人壽儲蓄保單咧就可以做到就係點咧？就係、都係啦。我咧就1000萬擺咗喺度。首先咧，我而家喺生前裏邊咧就預設咗一個第二投保人，寫定個名噶啦。咁啊，例如我咧擺1000萬喺度，我寫住第二投保人咧就係我嘅老公嚇。咁如果我咁唔好彩行開咗咧，咁呢張保單咧就會由我老公第二投保人咧嚟接管呢份保單啦。接管嘅意思係咩咧？張保單咧係唔會結算嘅嚇，係繼續延續落去派錢。咁同以前舊式嘅做法好唔同嘅喎，因為以前舊式嘅保單咧，投保人咧永遠都係得一個嘅啫。以前，所以當投保人一身故一行開咧，張單就要結算嘅啦。咁就計個戶口總值有幾多，咁就要賠俾受益人啦。但係而家新式嘅人壽儲蓄保單咧，佢哋嗰個功能好多，例如啦我個爸爸擺咗1000萬喺度，好啦，咁預設寫咗太太就做第二投保人，好啦，咁爸爸突然間身體唔好啦，行開啦，咁通知保險公司啦，咁佢行開咗咧就可以張單唔停喎，就接住咧就繼續由太太係啦，繼續派錢俾太太喎因為咧所有儲蓄保單咧，其實頭嗰5至10年嘅回報都比較慢噶嘛，係咪要等打和噶嘛？但係如果張保單咧冇停過咧，繼續派錢落去嘅話咧，越長時間嗰個複息就越靚仔，變咗我哋喺同個人客做資產配置嘅時候咧，就幫佢買一啲係保額嘅賠保額嘅，係啦，就有槓桿成分啦用好少嘅錢就賠可能3倍或者4倍嘅保額啦。好啦，另外一啲咧就係一個大額銀碼存放喺度嘅長遠咧就由得佢慢慢增值係啦。只要個投保人咧一路都唔行開咧，咁咪一路變大咯，一路累積大咯。好啦，咁而家再加埋呢個信託功能咧，就第二個人又可以接住落去咯因為就算第一個死咗，第二個都可以接住落去，咁第二個個戶口又繼續增長咯，就唔使從頭嚟過咁一路接住落去。當第二個投保人去接管張單嘅時候咧，佢同時間都可以再加第三個人去接管呢份單，因為佢都有機會有一日行開噶嘛。好多時啲投保人咧我成日都覺得好似前兩日我同一個基金經理傾偈，我都話如果個人客擺咗1000萬喺度咧，佢一定有過億擺喺銀行噶啦即係一定噶啦。保險公司只係佢哋一啲好少部分好多餘嘅錢嚟嘅如果個人客佢擺得即係1000萬喺度有增值，當佢行開嘅時候咧，好常上佢屋企未必真係咁急要用嗰筆錢，因為銀行嗰度仲有好多錢啊嘛反而佢哋就想留落去第二代、第三代佢哋係幾想嘅即係佢哋係擔心第二、第三代會唔會有嗰個智慧係啦，同佢哋一樣可以白手興家咧咁佢哋都希望佢哋可以生活得安樂一啲啦佢哋都會想如果傳承到嘅就傳承落去啦。通常如果你話60零歲嗰輩佢哋留得到嘅資產俾第二代，第二代都好少會好窮嘅，好少。但係佢哋就擔心究竟去到第三代係啦，或者第四代子孫可唔可以都豐衣足食咧如果可以安排得好啲，會唔會安排得
有智慧一啲咧嚇，而家呢啲新式嘅人壽儲蓄保單咧就做到啦嚇，佢可以咧不停轉投保人，亦都不停有一個後備投保人。如果嗰個投保人真係唔急用呢筆錢，會一路變大咯筆錢嚇。保單就係用時間去累積變大噶嘛，而當中佢要錢咧，又可以部分提取戶口嘅錢喎嚇，咁都係靈活嘅嚇，亦都唔會受市場嘅股市升升跌跌影響啦，係啦。唯一佢嘅風險就係呢間公司會唔會倒閉嘅啫，係咪？咁但係喺香港嘅歷史咧，以往我都上個禮拜有同其中一個客傾偈，就話以往日本公司喺香港嘅歷史咧，佢都係收購啦同個客講即係好多年前有一間叫 National Mutual 啦National Mutual 之後跟住又即係俾而家叫做安盛啦，係啦，咁又收購咗啦有一啲保險公司有一間叫做Top Glory 啦，跟住後期又有另一個集團又收購，跟住又再轉名。咁喺香港嘅 practice 就係又收購咯，收購啲單咪繼續接管咯，繼續去派紅利咯，就繼續賠償咯咁對投保人就即係冇乜大影響啦咁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咁同埋咧，呢啲我哋叫儲蓄型嘅保單有個好處啦，因為佢入邊都有一個保證嘅成分啦。咁而保證咧就當然唔同嘅戶口有唔同嘅保證比率啦，但係嗰個保證嘅銀碼咧就遠遠會大過銀行嘅50萬存款保證啦如果大銀碼嘅客戶咧佢哋長遠咁樣喺度擺咧我就覺得係幾安心嘅好啦，除咗咧可以不停轉第二投保人之外咧，仲有第三個信託功能。